老美中招还是大招，家人们呐对面大当家老特发推证实，他和第一夫人的新冠检测均为阳性。当时大家伙都炸锅了呀！哎，你不是对抗疫一贯是大大咧咧的吗？全美疫情这么严重，你不是前2天还不戴口罩就参加竞选集会吗？不是动不动就因为我们这儿认真抗疫就找我们的茬儿吗？这阳性之后你怎么就这么快自我隔离走康复程序了呢？啊，别呀，像之前那样任性啊，造起来呀！没人比我更懂啊！有点失态啊。那有假人就问了，说这对面出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影响呢？哈，毕竟是地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，大当家出事儿，这地球当然要抖3抖。人是北京时间10月2号的中午宣布这件事儿，消息一出呢，全球市场一起进入黑色星期五。还好啊，我们这儿国庆假期躲过一劫。但是全球市场啊，原油期货跌，亚洲、日本、新加坡跌，欧洲股指期货跌。当天晚上呢，美股就低开了。但是综合来看呢，这件事引发的全球证券市场大动荡，只是金融市场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一种应激反应。啥意思呀？举个例子啊，好比呢，你好好在路上走着，突然有个缺心眼儿躲在门后，冷不丁的吓你一跳，你当时呢吓一哆嗦。可问题是，这哆嗦呢就是个应激反应，不会影响过会儿啊你继续正常走路，不会有人被吓一哆嗦之后一直哆嗦吧？而且啊，这个情况之前英国呢也发生过，首相感染了新冠之后，伦敦股市一度大跳水啊，但随着人家康复了，市场很快就回归理性。而金融市场更看重的是市场长期的好和坏。那么现在怎么理性的看老美市场呢？这人什么情况呢？截止到10月2号，全美新冠确认一共有726万例，死亡超过了20万。而过去的24小时，老美新增确诊病例就有4.7万例，超过1半的州9月的抗疫情况呢，都比8月份要来的恶化，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啊，这个情况呢，远比年初我们面临的形势要来的严峻的多了。那老美市场是什么反应呢？人习惯了，这几个月市场早就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，那就是老美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，没有之一。这次大当家确诊基本上那就是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那有假人又问了，说，哎，那你说会不会又出现了更加意外的情况啊？毕竟这老特年近80了。那从目前白宫医生的声明来看呢，人情况还可以。那真的啊，好好看病吧，别到处喷人了，人呢也放松放松啊。最近新上了很多电影，抽空了可以去看看。我给你推荐一部吧，就看夺冠吧。正财经生活群，记得点赞加关注。